嗨，大家好，我是 Jolo， 今天就讲一下花样青春的绑架事。我的频道内容是关于追星你可能不知道的各种好事，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忘了按下订阅键，并开启小铃铛哦。就来 say。就在不久前的9月16日，负责综艺《花样青春》的申 PD 在 IG 上发文 ，Good 结束了，也是新的开始，请大家再等一下，是一次掏出灵魂的拍摄，然后配上了一张超美的风景照。我相信有看出差15夜 Seventeen 篇的观众一定和我一样，自从知道全员佑福袋子许下了花样青春出演的心愿，开过光的幸运之手 DK 抽中了这个1/66的大奖时，你们的心是不是也和 Seventeen 一起飞到全世界去了呢？反正我从看完节目那天开始，除了兴奋之外，就开始紧紧 follow 罗 PD 团队的消息，寻找各种蛛丝马迹，猜测孩子们会如何被绑架，会被送去哪里旅行。因为我也是罗 PD 的粉丝，他制作的综艺节目我几乎都没有落下，而花样青春又是我特别钟爱的系列，但我想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不了解这个节目，这里就来简单介绍下。花样青春是一档青春旅行真人秀节目，主要讲的是在嘉宾没有任何准备的前提下，某一天突然被罗 PD 欺骗，绑架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每一季的绑架过程都是节目开场最大看点，非常精彩有趣，所以本期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考古复盘下之前的花样青春制作单位都是如何精心策划对这些艺人们进行缜密绑架的。马上先来看看有点生涩的初代绑架。2014年首播的《花样青春》闭路篇邀请了3位音乐人，分别是尹尚、柳熙烈和李迪。这3位当时都已经是40代的已婚男子，和青春感觉有点不搭啊。但看完节目，我只能说青春是不分年纪的。罗 PD 先是单独约见了3个人，分别都告知想要做一档主题是朋友和青春的旅行节目，也了解了他们3个是很熟且要好的朋友，但并没有告诉他们会邀请对方。之后罗 PD 团队和这3个人的经纪公司经过了1个多月的密谋，最终促成了花样青春闭路篇第一次的全员事前聚会。虽然3位嘉宾一见面的时候对彼此的出现没有感到任何惊讶和惊喜，但直到罗 PD 拿出了电子机票递给大家，柳熙烈边看边掏出手机确认日期，发现出发时间就是当天的时候，尹尚瞪大了铜铃般的双眼，李迪无语的爆笑。更夸张的是，离出发时间只剩下2小时30分钟，他们没有准备任何行李和心理。罗 PD 则是一脸无辜的眨了眨眼，非常通情达理的让3个人带上一些必需品，比如说药物啦、眼镜、帽子、发胶等等的。和每天形影不离的经纪人挥手告别后，3个人主动坐上了罗 PD 的贼车。上车后，罗 PD 贴心的递上了供3个人在旅途上所有吃喝玩乐住行的零花钱，并无情的没收了他们的个人钱包，再递上几本厚厚的秘鲁旅行书。第一次说走就走的青春旅行就这么突然开始了，就会对每一篇的人均零花钱、拍摄时长、播出时间放在一起做个小总结哦，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而就在秘鲁篇录制完回国的第3天，罗 PD 团队一刻不歇的开始进行第2次的绑架行动。花样青春老挝篇邀请的3位嘉宾是来自《请回答1994》的演员刘演熙、孙浩俊和巴洛。因为已经有了一次经验，这一次的绑架就更加周密了。事前没有给嘉宾任何要拍摄旅行节目的剧透，罗 PD 团队先和3个人的经纪公司串通，背着艺人拿到护照敲定行程。刘演熙被骗那几天要到英国拍画报，巴洛被骗要去加利福尼亚拍某雪糕品牌广告，而孙浩俊的电视剧戏份和作家进行了调整，之后以拍摄假广告为由，把3个人聚集到了电视台，实际是花样青春老挝篇的主题拍摄。接着就到了绑架的 highlight， 一直坐在房间观察着一切的罗 PD 准备了最后的韩餐，有请回答1994的作家李幼廷引荐，走进了3位嘉宾的休息室。罗 PD 自然的和3个人聊到了旅行的话题，好巧不巧，刘演熙还提到了老挝，罗 PD 就随机应变的顺势接上，从包包里掏出了电子机票，还有3个人的护照。老罗这演技真的是日益长进啊！巴洛看到后开心的蹦了起来，刘演熙后知后觉发现了隐藏摄像机，孙浩俊则是一直发呆没反应过来。一样是离飞机出发还有2小时30分钟，罗 PD 的贼车成功纳入第2组嘉宾，但这次比较惨的是3个人没有时间卸下拍广告的西装妆造，就这么一路被拉到了去往老挝的飞机。罗 PD 绑架团伙沉寂了1年多再次出山，2015年年末策划了花样青春冰岛篇，这次的嘉宾有4位，分别邀请了30代演员朋友曹正奭、郑宇、郑尚勋还有江河娜。这次的绑架地点和秘鲁篇一样，也是选在了一间餐厅。上飞机前3小时，除了有行程不能一起出发的江河娜，
曹正奭、郑宇和郑尚勋3个人参加了所谓的和节目组的事前聚会，他们也都是已知要和罗 PD 拍摄旅行节目的，但和谁、什么时候、去哪里都是未知。公布了旅行伙伴和目的地冰岛后，大家都非常兴奋，但 When 才是绑架的重头戏。这次罗 PD 团队精心准备了3个任务信封，递给3个人，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电子机票。然后3个人急急忙忙装了一些必需品后，糊里糊涂的上了老罗的贼车。那么还有一位嘉宾江河娜是如何被绑的呢？我个人觉得她的经历是史上最佳。节目组假装是某台的娱乐记者，要采访刚参加完第36届青龙电影节的江河娜。以善良闻名的江河娜当场欣然同意。节目组告诉她被罗英熙 PD 选为最想见到的明星，有一封信让她读一下。信的确是罗 PD 亲手写的，但内容并不是对江河娜表白，而是邀请她加入《花样青春》冰岛片的拍摄。江河娜瞬间有点慌了，但还是接受了第2封信。没错，里面就是马上要出发的电子机票。重点来了，江河娜此刻是整套参加颁奖典礼的妆造，在非常寒冷的严冬，梳着油头，穿着一双看起来非常绞痛的皮鞋。最好笑的是，经纪人还在一旁开心地催促她上贼车。去了冷飕飕的冰岛，节目组还计划着绑架另一组人马到火辣辣的非洲。2016年年初播出的《花样青春》非洲篇，目标嘉宾锁定的同样是请回答系列的演员群，分别是请回答1988的柳俊烈、安宰弘、高根彪，还有朴宝剑。俗话说出门靠朋友，罗 PD 第一时间找上了请回答1988的导演兼16年同事申元浩参与绑架行动。当时整个剧组前往泰国普吉岛享受褒奖休假，在共犯申导演的安排下，罗 PD 团队的工作人员提前潜入做间谍。为了让绑架目标可以一次性全部顺利落网，还需要剧组里除了被绑架的演员配合演出。因为这是罗 PD 团队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海外绑架，我看的时候都跟着紧张了起来。行动当日，罗 PD 偷偷喊来了绑架大戏的重要演员，剧中的爸爸妈妈们，演员金城君、罗美兰和金善英，告知了他们作战计划。就这样3条大鱼跟随剧组安排的假拍摄行程，顺利进入罗 PD 安排的决战地等待入网。为什么只有3个人呢？因为朴宝剑在韩国有既定行程提前离开了，所以和冰岛片的江河娜一样是单独被绑架的。我接下来会讲的哦。演技派导演和爸妈演员们非常自然的和3个人聊到了旅行话题，因为都姓罗，美兰姐更是独挑大梁，被任命了当场拨通罗 PD 电话的亲戚角色，说可以走关系让孩子们出演花样青春。而早已在外面待机的罗 PD 径直走入了3个人的视野范围，和罗 PD 正面对视的他们当场吓傻，一脸现在是什么情况的表情。接着罗 PD 团队的工作人员陆续拿着摄影机进来，3个人盖到状况后双眼泛泪，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最终在飞机出发前2小时，开心的上了罗 PD 的贼车。那么此刻在韩国的忙内朴宝剑刚结束音乐节目 Live 下播，晚上8点正坐着经纪人开的车，准备回老家给父母送去从泰国买的礼物。这时候被绑的柳俊烈、安宰弘、高根彪快速倒戈成为罗 PD 的人，他们给朴宝剑打了电话，告诉他现在马上下车，换乘到后面跟踪的车上去，和他们一起去非洲旅行啦。朴宝剑这时候吓坏了，但还是乖乖下车，和花样青春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礼貌问好，还给大家递水递饮料。第一次见到如此善良的人质，然后好像没有任何惊喜的和哥哥们在差不多的时间出发前往非洲。花样青春在制作了4篇之后，感觉沉寂了许久没有下文，直到新西游记4送神旨的出现，当时宋敏浩在游戏中获胜，许下了希望 Winner 成员可以一同出演花样青春的心愿。节目组最终履行承诺，以新西游记外传的形式制作了花样青春 Winner 篇。要绑架已知自己要被绑架的人，且绑架犯的历史案例已经暴露的比比皆是，绝对是难上加难啊！那就一起来看一下绑架经验丰富的罗 PD 团队是如何再次获得大成功的。第一阶段还是一样的套路，寻找帮手。Winner 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积极配合，但根据观察和经纪人爆料 ，Winner 现在只要出门都要随身带包，就算是到家门口买的东西都要打扮得很帅。怀疑一切行程是不是跟花样青春有关，完全是一种随时准备被绑的状态。既然如此，节目组就准备了第2阶段的试探，弄一次假绑架行动。在 Winner 去水晶男孩的演唱会当嘉宾的时候，故意在停车场放了一辆电视台的车辆，本以为 Winner 经过好几次都没有发现，但其实他们都是假装不知道。这次的骗局证明 Winner 的警觉性果然非常高，所以节目组只好向他们宣战了。俗话说有钱好办事，节目组这次绑架砸了大笔白花花的银子，策划了 Winner 梦寐以求的汽车广告拍摄。这个摄影棚的装置还有高画质的摄像机，简直比3年前的老挝片要高级太多了。还有超强阵容的助演卡司，邀请了一位真正的广告导演，平时负责 Winner 的造型师和化妆师，当然还有 Winner 公司的广告 team 经纪人。主人公 Winner 到达摄影棚后，开始了
了和平常拍广告没有什么差别的流程，配合他们的名曲 Island， 换了2套很好看的妆造，拍了好几段全员在车子周围疯狂耍帅的，然而没什么用的画面。接下来就是 Highlight 户外拍摄，但最后一套衣服有一点怪，4套监狱风的巴比龙服装。一开始看到要穿这个衣服拍汽车广告，部分成员略有疑心。这个时候 Winner 身边工作人员的戏份就纷纷上演了，不断用一套套的话语来忽悠成员们，直到大家都被说服，终于穿上指定巴比龙服装，没有携带任何包包，上了罗 PD 的贼车。但罗 PD 团队秉持着有始有终的做事原则，假广告拍摄也要演全套，广告导演的重头戏才正要开始。一开始他像刚才棚内拍摄一样，在拖车上指导着坐在汽车里的 Winner， 跟随音乐表现出逃离城市的感觉。这个囚服简直不要太契合主题，拍到一半以检查照明为由，车子在路中间突然停下来。这时候节目组就来了个狸猫换太子，广告导演偷偷下车离开，戏份结束，换罗 PD 登场开演最精彩的正面对峙。车子再次发动 ，Winner 也调整好状态，准备继续拍摄。在其他工作人员的热演下，罗 PD 惊喜登场，宣告接手拍摄。Winner 成员当场傻眼，在车子里疯狂尖叫。这真的是史上最炸裂的一次绑架！4个穿着囚服的男子拎着几个免税店的袋子，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踏入了南半球西澳。用心策划，有趣的给观众呈现美丽的人事物，我想是罗 PD 的节目可以受到这么多人喜爱的最大原因。节目分量不到1集的绑架内容，背后是制作团队好几个月的精心准备。这里我总结了历史上的花样青春绑架方式，主要有以下3种：1. 事前聚餐；2. 假广告或是其他拍摄；3. 下班路劫持。那么很多人关心的艺人们会拿到多少旅行经费，去旅行多久，还有回来后节目什么时候能播出，我这里简单介绍下给大家做参考哦。花样青春闭路片每人每天约为9万韩元，是包括住宿、交通、吃饭、景点等等所有的费用。花样青春老挝片每人每天约为3万韩元，节目组会根据事前调查当地消费的情况，给予足够的旅行零花钱。花样青春冰岛片每人每天约为10万韩元，花样青春非洲片每人每天约为8万韩元，花样青春 Winner 片每人每天约为10万韩元。闭路片的拍摄时间是2014年6月25日到7月4日，播出时间是同年8月1日到9月5日，录制结束到第1集播出花了近1个月，总共6集。老挝片的拍摄时间是2014年7月7日到7月14日，播出时间是同年9月12日到10月10日，录制结束到第1集播出花了近1个月，总共5集。冰岛片的拍摄时间是2015年11月24日到12月4日，播出时间是2016年1月1日到2月12日，录制结束到第1集播出花了近1个月，总共7集。非洲片的拍摄时间是2016年1月22日到2月2日，播出时间是同年2月19日到4月1日，录制时间到第1集播出只花了半个多月，总共7集。Winner 片的拍摄时间是2017年10月11日到10月18日，播出时间是同年11月7日到11月28日，录制结束到第1集播出花了20天左右，总共4集。那么就根据历史上的花样青春来猜测一下 Seventeen 是如何被绑架的吧。Winner 片结束后，花样青春就没有再制作新的系列了，也就是说今年的花样青春 Seventeen 片是时隔6年的再次回归。박수！就在 Seventeen 东京演唱会结束的第2天，也就是9月8日一大早，我就在网上刷到了各种路透。Seventeen 成员们带着迷你麦，全员一身简便的私服，没有人带任何随身行李，出现在日本机场。随后就立刻出了官方新闻，确认 Seventeen 开始了花样青春的拍摄。这个瞬间，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激动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那孩子们到底是如何被罗 PD 绑架的呢？从近期出差15夜 YT 频道的一个招人 content 得知，罗 PD 是9月7日就出差去了，这让我想到了非洲片的海外绑架。那我大胆猜测，在 SVT 东京演唱会 Day 2，罗 PD 团队可能就已经有间谍潜入 Seventeen 后台，而罗 PD 本人应该也在 SVT 的酒店入住观察动静。绑架 D-Day 应该就是9月8日一大早，孩子们以为是和平常一样飞韩国回家。不过以前的花样青春嘉宾最多也就4个人，这次要一网打尽12个人。S.Coups 因为腿部受伤没能参与，这应该是此次绑架的最大难点。我实在想不出罗 PD 使用了什么招数，他是在酒店大厅登场，还是租了一辆大巴让所有人一同前往机场？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一起 YY。总之，我认为应该是到了机场前，孩子们就顺利被绑架了。而再次根据出差15夜招人 content 提到的，罗 PD 于9月15日晚回韩，那么依照之前的后置速度，是不是可以 dream 一个10月中旬就可以看到花样青春 Seventeen 片了呢？ OK， 本期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内容的话，记得按赞分享，你们的支持是我制作内容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喽，拜。